吃吧，跑了这么多路。磊磊，古镇的警报送出去了吗？妥了，昨晚摸黑完了。你再想想啊，这几日有没有什么漏洞？往细了刮一下。没了，想了很多次了。好，哎，要不要再做些什么？白天别出门，其他的跟往常一样，什么都别做。田中再往下压一点。好。人中再长一点。这样吗？也不对。你再好好想想，还有什么特征40来岁的样子，身形消瘦，打扮的像是个干粗活的。去啊！此人不是正主，应该是个打下手烧饭的。唐女兄，小何，是你啊！嘿，怎么样？最近啊，挺好啊，挺好。我这大老远来，也不在城里久次请我，这不是怕你太招摇了吗？上个月刚过去个邮箱，走漏了点风声，就再也没回来。你吝啬就是吝啬，何必找这么多借口啊？哎，干咱们这行的，你得懂得惜命啊。哎，整个司文曹都搬回南郑了，把你留这儿干什么呀？哎，命苦呗。丞相北伐失利，5都就变成前线了，我算是留下来善后的了。这冯曹院800里加急，说是要再派得力干将去天水，没想到是你啊！你这意思，我不够得力啊？不，你最得力了。不过说实话，这次可真是难为我了。荆州水军出身，你还怕卖钱？这不一样。对阵杀敌一目了然，不像这司文曹，做什么事都得靠猜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一直在静安司掌管的也都是境内范围，怎么这次把你派来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可能是冯曹院不喜欢我吧。不说实话，我不打听了，反正曹院跟我说你来了，全力配合，有什么需要你说。要10来个人，精锐，跟我一块儿去。早就给你备好了。嗯。丞相，接到线报，白帝寿曹魏建军司策反叛变，前去天水调查了邮枭，被出卖而惨遭杀害。谍战乃出战之首，要尽快做损失评估。是。冯英也派静安司巡许前往，就是止损。巡许是。萧何，先生，用饭了。诸葛先生，用饭。萧何，巡许何时烦恼啊？我爹何时能回来？快了。吃了酒也罢了，先生为什么非要让我爹去打他们那个刘备？巡许以为这天下
何事最为要紧呢？先生天天说要光复汉室，那自然是江山和社稷最要紧了。错，这天下最要紧的是人。自董卓进入长安18年来，这天下有千万百姓亡国，九州百姓尸体埋了7天。若是土地上的人都没了，要这江山社稷又有何用？我让你爹去打探刘玄德，是因为他是一个忍者。这乱世更需要忍者。这刘备能让天下太平？若是有我诸葛亮相助，我相信他就能。他能让你我，还有他们，让天下所有的人都能吃饱饭，有屋住，过上好日子。荀彧，你记住，这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值得万金。你要珍惜他们。魏谍渗透一案，查到有结果了吗？却有魏谍想要潜伏要害，目标是司文曹吧？是，但是目前还没有具体线索。要尽快查清楚，这是心腹大患。遵命。白帝的接听情报到底经了几个人的手？不少，司里都做了排查。我们推测，张合的作战方案一到手，白帝即可派遣军情一马紧急发回。暂时行踪却被天水的建军司马糜冲发现，即可派出精锐进行截杀。军情一马即可陷入困境。不过还好，经过千辛万苦，总算在临死之前送到了杨仪的手中。但白帝的情报是专用密语，解密雕版一直由冯曹院亲手掌握。这密语非常复杂，不用雕版根本无法破解。所以，那你这意思，如果白帝没问题，那有问题的就是冯曹院。哎，我可没说啊！你刚说啊，我没说过，你就不要再搞我了，好不好？小何，再往前走就是魏境了。斜谷出口有个关卡，你要的精锐就在关卡外面等你。好，保重。臣闻昔在唐虞，日月所逐，莫不虑彼。周之成康，德及鸟兽，教通四海。自张武3年，昭烈皇帝驾崩，圣天子继位，改元建兴，加亮为武乡侯，领益州牧，尊为相父，位极人臣。然亮复得孤恩，张狂妄行，连年断甲抵剑，兵修复起。近者愁苦，远者惊骇，此天下之所以共忧也。将军，时辰到了。
白帝叛变，确有其事。丞相府参军李淼遭到贬斥，心怀怨愤，是他亲口告诉我的。好，这是个突破口。陛下少年羸弱，恐怕难以和丞相抗衡。朱可丞相总揽国事，羽翼已成，更有杨仪众多爪牙助力。将军坚持弹劾，恐有不测呀。弹劾诸葛亮只是个姿态，重要的是拿下司文草，机不可失。丞相，李严近日到处串联，纠结荆州和西川两地门阀，一度弹劾丞相。李于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，其犹未悔。屈子的《离骚》和《九章》都读过吧？屈子虽忠，但人遭奸佞陷害，丞相不可不查呀。李严绝对不会放过这次机会，会以接听情报之师魏谍渗透为由，排除异己，到时候争位夺权。魏公，你去告诉冯莹，尽快查出魏谍，做好自我排查工作。遵命。雍州来了，郭淮都督府侍卫队长。金队长，失敬。执行机密任务。天水光复未久，郡守下令严查西蜀游枭，还望金队长海涵。这个好说。没问题，放行。上。迷司马还是认准了白帝跟陈主簿有关。尼司马，马掌印查的怎么样？确定了，不是骏马。骏马的马掌上有掌钉，但这匹马是全平的，所以它肯定是民马。接听情报失密那一天，都督行辕方圆5里内皆为军马。行辕分布图。这是那天走水的失火点，那匹马在哪儿？都督行辕西南角的小树林，我们在这条小路上发现了马掌印，但是全部都没有一个清楚的。无论如何，要找到一枚清晰的马掌印，仔细查，肯定有。是。走水那天，骑民马到都督行辕的只有陈宫。可郡守说的话也不无道理啊。所有的人员都被留置，7天后才被放出。就算陈主簿得到情报，也送不出去啊。这就是为什么要查这匹马呀。他另有帮手。根据我的判断，酒楼里那个人就是帮手。哎呀，都怪我，正面没看清楚。先把压力放出去，重压之下，蜀谍也许会露马脚。是。要是没认错的话，足下定是陈宫陈主簿吧？啊，正是在下。敢问将军是？在下，雍州刺史郭淮都督府的侍卫队长，小姓金。奉都督之命，想请主簿去都督处议事。在下只是郭刚郡守麾下小小的主簿，不知道都督找在下有什么事情啊？这个，末将就不太清楚了。
跟上，抓活的。是。不让你跑，挖个坑，我深。王长史，陛下怎么说？陛下偶感微恙，不见了。陛下看了朝臣联署的弹劾密奏了吗？阅览毕。怎么说？上曰：将军一念先帝托孤之重，河中共济，不可煮豆燃旗，忘其西疆之政。臣领有军情密奏，要面呈陛下。要。司文曹为爹沈透等情，陛下均已知悉，正吩咐内侍拟旨，宣大将军接管司文曹，进驻南郑。朕知晓了。太好了，诚如将军所愿，杨毅在司文曹一手遮天，眼线众多，将军一举一动都落在他眼里，太被动了。窃听情报案，陛下已经知道了，下旨严查。杨仪怎么处置？这个没说，我想是给诸葛亮面子吧。司文曹只要掌握在了将军手里，杨仪就再也掀不起什么大浪。百地叛变，事出有因，司文曹内部一定还会有同伙和魏谍卧底。此案不管涉及的人职位有多高，都要给我一查到底，绝不姑息。司文曹以前连水都泼不进去，现在也该换一批人了。你准备一下，尽快去南郑。是。有什么人？停！刚刚不是说过了吗？雍州郭淮都督府上的侍卫，郭都督，奉郭都督手谕，专程前来处置你。那肯定是误会了。别装了，你呀，就是西蜀游骁白帝，身份已经被都督查明，什么误会？你们是雍州兵，你们应该知道，我是郭都督的心腹。心腹啊，你屡次盗取机密，此次蜀兵入寇，你又窃取了接听情报，证据确凿。你的证据呢？你的证据呢？强，我让你死的心服。这个是都督的亲笔手谕和都督府令。你都有了证据，那干嘛还这样鬼鬼祟祟的？你带我去见郭都督，带我去见郭都督。白帝陈宫，招出唐虞，饶你不死。栽赃陷害！你栽赃陷害！你无耻！既是如此，兄弟我只能送你上路了。继续。哎，你带我见郭都督。陈宫，你说不说？你说还是不说？无耻！陈宫，你说还是不说？陈宫，你栽赃陷害！你说还是不说？栽赃陷害！继续，不要停。停。小何，把他拉出来。我不出来。那你待着吧。
你没变。废话。你若叛变，刚才生死关头，你会松口？我要真松了口，怎么？要杀我？会先审。我要真叛变了，我还留在天水等你们来清算我。行了，别生气了。尼子马，好功夫！半个月都没线索，心里憋屈。不是我无能，这鼠蝶也太狡猾了。少说这没用的话。啊！尼斯马，现场马蹄印的特征找到了。司马，你看，这部分的磨损很有特点。如果能找到这匹马，就一定能发现。这是个线索，值得试试。要捡到了一点，你就委屈一下。为了掩人耳目，3餐我就当给2个送你。你可是天水的主簿，财神爷，谁会查你啊？你不也在查吗？郭刚也在追查白帝，四处找线索。白帝是司文曹顶级机密，怎么可能走漏风声？司文曹还有秘密吗？以前四面透风的破房子，只有冯英还把它当回事儿。冯英说你这儿挺安全的。他说的不止这些吧？是不是游霄之死也算我头上了？司职，街亭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司文曹内查这很正常，你要理解。我理解，我怎么理解？萧何，司文曹被曹魏的间谍渗透了，代号是烛龙。烛龙，估计你们这一行也暴露了。小何，我之前送回去的情报内容是：张河援军出关走番虚道，夜袭街亭，我亲手封的。但送到丞相大帐就被替换了。你有证据吗？证据？找证据不是你们的活吗？你觉得冯英会接受你这个解释吗？我也算到了，司文曹会派人来查这件事，但是没想到是你，而且是用这种方式。临行前，风曹岩给了我这把刀，为了剧毒。司礼可没有让我侧身你，命令是锄奸。锄奸？这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就这么草拟下决定。小何，你信我是叛徒？我从不认为你会叛变。我也服了毒酒，只有把你给杀了，才能回去领解药。所以你留我一条生路，你自己就要死。我当然不想死，但真相更重要。
你怎么还跟之前一样，做事这么鲁莽，这么蠢？藏好，藏好。陈主簿，梅司马，大驾光临，为什么之前不通知我一声？我也好做个准备。准备还有什么意思啊？郡守他责备了我很多次，说我无事生非，疑心太重，为难了陈主簿。今日在下特地登门道个歉。哎呀，这么多礼啊，愧不敢当。堂上坐。好，来，好，来，请。来这边堂上坐。这个仓库是陈某做些小玩意儿的。啊，梅司马，原来你也喜欢这些小物件啊？谈不上喜欢，从未见过这般手艺。陈主簿这个手是真巧啊！小心，楼梯太陡啊！不打扰吧？不打扰。这阁楼挺雅致啊！啊，还要干点什么？啊，来，堂上请。行。一点小心意，全当赔罪，切勿嫌弃啊！梅司马，客套话就免了吧。有何见教，不妨直说。就是还有点小疑虑，想跟陈主簿请教一二。司马这密里藏刀的功夫，真是精熟得很。偏见，陈主簿对在下一向有偏见。啊，还是都督行辕起火的事儿啊。当时陈主簿到行辕，听说是给都督送药啊。此事呢，郡守跟我也解释过，说是都督患有隐疾，这1年来都是由郡守操办药物，再由陈主簿每月送往都督处调制、服用，是吧？司马不是查得明白了吗？那你还要问什么呢？明不明白的，现在言之过早。
这个。哎，兄弟，这马性子不好，容易撂蹶子。哎呦！哎呦！跟你说你小心点啊！于司马，这就是你说的专门赔罪啊？冒失，冒失。不过说起这个马呀，我还有个小疑虑。当时都督行辕5里内都是军马，唯有陈主簿的马是民马。哎，是来问罪了是吧？那你有确凿证据吗？没有。没有才要查呀。这是都督行辕西南角树林里头发现的一枚马掌印。民马。我好比说啊，陈主簿手里有一份情报需要送出去，把这个情报呢给了你的随从，随从骑着这匹民马走了。那在接下来留置的7天里，陈主簿既能洗脱自己的嫌疑，又能把这个情报给送出去啊。司马，你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来查呗。这马掌是新的。这也是新的。好，不是就好。陈主簿家的马掌都换新了。那马掌坏了，你不换新的吗？司马，你有别的法子吗？没有。谁让你这么干的？啊？属下以为私交失效，泄密失当，追查成功是我职责所在。我和陈宫确实是有私交，之前天水失守，时任天水郡守，马尊无能，我率孤军固守，援兵迟迟不至。我大为此地，誓死不降！啊！当时就是陈宫救的郡守一命嘛。没错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不袒护他。你要查陈宫是吧？可以，你查，而且你必须查，但是一定要查清楚。没想到曹魏对街亭情报泄密追查的那么紧。我也料到他们会来查，但没想到是今天。你又在，陈水。我方才都准备动手了，你深刻没动手。可有一点我一直没想明白啊，白帝密语是专用，只有你和风曹院掌握，那烛龙是怎么造出假情报啊？只能抓到烛龙，问他喽。但这个烛龙，他给国刚送情报，肯定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。那最快、最稳妥的方式，就是军情一马。曹魏军情一马是有登记的。街亭案已经发生了1个多月，一马登记还在吗？之前的不太可能了，但刚好前几日，烛龙不是给国刚送了有效入境的情报吗？我可以查这个。就从这儿开始查。司马，司马。哎，
司马，有结果了。说。当时上规设了3道防线，严防蜀谍进出泄露情报。每一道防线都必须勘验都督签发的通关文书。我们以都督行辕起火为起点，以次日黄昏断谷截杀，蜀谍军情一马为终点。在这个时间段内，所有出城的车马人员一一排查。有一辆马车于次日4时混在进城的队伍里，出了城。混在进城的队伍里？没错。蜀谍利用我军通关检查的漏洞，通过内城关卡迅速撂头，伪装成进城的马车。只要他们的进城文书不全，就必然会被进城关卡拦截，然后紧凑出城。这样就中了他们的计。白帝就是这样把接听情报送出上规的。还原所谓。吉利车马行的老板叫古正。车马行？对，我们还查到，此人利用边境贸易，多次往返于魏蜀两地。白帝在都督行辕窃取机密后，交给隐蔽在都督行辕西南角树林里的心腹，他的心腹再将情报交给这个叫古正的人。这就对了，就快出现突破点了。减去120。顾先生，上半年收成可不行啊。打仗嘛，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，能维持着就不错了。怎么那么晚？汉中有包裹来，要求紧急交赤地，耽误了点时间。白帝那边呢？个把月没他包裹了。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不好说。诸葛丞相街亭大败，我总觉得心里慌慌的。我们只是传信，别的少操心。小侯，月儿怎么样？挺好，在大巴山里没出远门。大巴山，你要出外勤啊？那多危险啊！你别忘了啊，我荀家和狄家世代都是密探。况且这是他自己做的决定，我也拦不住。什么任务？汉中五县道大举扩张，司礼奉丞相之令，要限制他们发展。张汝愚打灭五县道？没错，起了个新的名字，换汤不换药。安全吗？安全。一直和我单独联系，他的身份其他人都不知道。也是，吃了你我这碗饭，安全都是傻瓜。你就放心吧，再怎么说他也在蜀地，比你可安全得多。我看那个迷冲颇有智谋啊，你自己要当心。你自己喝吧。时辰了，长则1年，短则3个月，我们很快就下了啊。难道你回来了？你就在私人草间。月儿，这件事不拿来说笑啊。我没说笑，你跟我哥都可以当密探，我怎么不行？再说了，如果我做了密探的话，
说不定还能见到你。月儿，你知道我极大的心愿，就是让你平平安安。好啦，别啰嗦了。好。这是我从清风领出来的平安符，你一定要随身带着。一直带着，不沾。好了。你还好吗？有情报。假情报风波发酵的也太快了吧！李严将军借北伐失败弹劾诸葛丞相，感觉司文曹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呀。荀许那边也顺利潜伏曹魏，策划伏击白帝的任务。不过说到趁火打劫这事儿，咱还是佩服李严将军。目标是司文曹吧？这场弹劾不就是想借机把手伸向咱司文曹吗？我也得赶紧趁着这把火。跟姐夫申请转岗，想挣点钱，太难了。这个陈宫啊，也是真的惨，莫名被自己的好兄弟荀许打劫到郊外，以活埋的方式逼其坦白身份。陈宫在曹魏的日子也不怎么好过，一直被糜冲怀疑是蜀汉间谍。糜冲还登门拜访查他。要我说呀，陈宫这情报工作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上，不知道明天跟意外哪个先来。虽然陈宫已与荀许交代替换情报的另有其人，代号是朱龙，但荀许除掉白帝的任务在身，命令是朱坚。这哥俩将要如何解决这棘手的任务呢？别问，问就是明天准时来追剧。